为了家族企业，我娶了个没人要的哑妻。新婚3个月，他天天对着我张牙舞爪，直到学会手语，我才发现，他天天都在换着花样骂我。你脑子是不是水泥封的？你这张脸建议捐给科学研究。祝你拉屎永远没有纸。骂完了吗？还有新的词儿吗？延伸，沈家那丫头你娶了？哪个沈家？你沈伯伯家的闺女沈念。听说过沈家那个哑巴姑娘没？就是她。爷爷，咱家是缺钱还是缺业务？非得靠联姻？缺德。你都28了，没个正经对象，我看你是缺心眼儿。我工作忙。忙着打游戏。上周3晚上11点，你还在网上跟人对骂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沈家跟我们家有旧交情，这丫头命苦，先天性拢聋，从小被亲戚嫌弃。你要是不娶，公司的事你别管了。您这叫逼婚？对。怎么，你还想打315投诉我？延伸啊，念念这孩子性格好，脾气好，就是不能说话，你多担待。那时候我以为他是感动，后来才知道他是嫌他妈卖产丢人。当时我还觉得他安静乖巧，后来才发现自己是多么蠢。我说的是次卧。当时我还觉得挺暖心的，至少知道给我拿毯子，人不坏。也许他只是紧张，第一次跟男人住，有防备心很正常，给他时间。后来才知道，这是我这辈子做过最离谱的判断。结婚3个月，我总结了一下跟沈念的相处模式，大概可以分为3个阶段。第一阶段，他比划，我猜；第二阶段，他比划，我瞎猜；第3阶段，他比划，我放弃猜。这个女人的表达欲和她不能说话这件事，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反差。我完全看不懂，但能从他的面部表情里读出几个关键信息。第一，他很嫌弃；第二，他非常嫌弃；第三，他嫌弃的恨不得把我塞回他婆婆肚子里，重新投胎。谢谢。我猜他在说不客气，但看表情估计不是。那时候我只觉得他是因为残疾而自卑，用暴脾气武装自己。兄弟，你媳妇儿是不是在骂你？不会吧，她不会说话。你是不是没看见？你确定？你看她那表情。她可能在说菜刀不好用。你这种盲目的信任，电视剧里活不过3集。当时我没当回事儿，没想到2周后我会主动把它翻出来。公司要对接一家特殊教育设备公司，对方创始人是位聋人企业家，全程靠翻译沟通，效率太低。我索性开始学手语，从你好、谢谢这些基础词练起，好在记忆力不错，上手很快。没什么，锻炼手指灵活度。那时候我还以为是错觉，后来才懂，他那个笑翻译过来就2个字，完了。
起来！你这头猪，太阳晒屁股了。你打呼的声音，昨晚把楼下邻居家的狗都吓哭了。早饭做好了，再不起来我就倒掉，浪费粮食的罪你自己担，反正我不心疼你。我当时以为他是在提醒我今天冷多穿点儿。你穿这件衬衫的品味跟你这个人一样，让人一言难尽。你妈那个香水味能把方圆50米的蟑螂全部熏死，你鼻子是不是摆设？我还以为他在说妈做的菜真好吃，我以为那是一句晚安。祝你做梦梦到数学考试没带笔，语文考试解错的名字，英语考试全选 C 还全错。赵磊说的对，死也要死个明白。不对，死什么死？谁死还两说呢。这一仗我顾延伸接了。你干嘛呢？学手语。学会了。你老婆到底每天跟你说什么？你真想知道？废话。她每天换着花样骂我。不是哥，我就想问一句，3个月，整整3个月，你被你老婆当面骂了3个月，你一句没听懂？她是手语，不是说话，我听什么？你就没想过学？我以为他在跟我聊天。聊天的人会一边聊天一边翻白眼翻到后脑勺吗？我承认，在读取社交实质号这方面，确实存在一些技术障碍，但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反击。这一周，我把常用骂人手语全学了个遍，不只是教材上的，还专门去论坛扒了一堆民间创意表达。你的脑容量还不如 U 盘。你走路的姿势让我怀疑你膝盖是反安装的。你的存在是对自然选择理论的重大挑战。全背下来了，我还原创了几个组合，比如你的厨艺虽然能吃，但离好吃还差个换人做的距离。对着镜子练了不下20遍，确保手势流畅，表情到位。起床！你这个占着沙发不产粮的人，你知不知道你昨晚打虎声能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？早安。骂了3个月，素材库该更新了吧？昨天那句跟上周4的重复了，专业程度有待提高。你什么时候学的手语？1个月前。但真正开始听懂你骂我，是2周前。所以你脑子是水泥封的。你长这张脸对不起9年义务教育。祝你每顿外卖都少一双筷子，这些都是出自你之口，对吧？你偷学手语不提前说，你这叫偷听，侵犯隐私。你当着我面骂我叫隐私，你又听不懂。现在听懂了。那是你的问题，你当我发挥，我至少能骂得更有技术含量。这是什么逻辑？你骂人骂输了，怪观众入场太晚。从今天起，你骂我1句，我回你2句，规则公平，来者不拒。你以为你学了2天手语就能骂得过我？我骂人骂了25年。那你这25年的经验，今天可以正式接受检验了。不得不承认，这女人是真厉害。你打呼，你半夜上厕所不关门，你囤一冰箱辣条还好意思说养生？沈念这样一点长相，给我沈念！你嫁给我的时候怎么不嫌弃？不知道为什么，心情挺好的。自从我亮了身份，
我和沈念的日常画风就彻底变了。以前是他单方面输出，我被动挨打，现在是双向互喷，来而不往非礼也。起床！你昨晚又把毯子蹬到地上了。比起你半夜磨牙的声音，毯子掉地上根本不算事。我磨牙关你什么事？隔着一道门我都能听见。今天的粥比昨天好了一点。昨天我放了双倍的盐，故意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前天说我做的蛋炒饭也不是不能吃，那是夸你。那是侮辱。你的理解能力需要升级，你的味觉需要重装系统。这个男主太蠢了。哪一个？电视里那个，还有你。你是不是觉得你很幽默？哎呀，你们俩聊得好热闹啊，说什么呢？他说你做的红烧肉很好吃。他刚才比划的是闭嘴。说实话，我开始享受这种互怼的日子了，有点变态，可能吧。但在一个无声的世界里，能有一个人跟你吵得不可开交，那种鲜活的、热腾腾的对抗感，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。比起之前3个月的信息不对值，现在反而公平了。他知道我听得懂，骂人收敛了一些，但也只是一些。他词汇量还在持续扩张，甚至开始自创手语组合，有些用法我在教材上根本没见过。这人要是骂人的经历拿去写小说，绝对能成顶流。味道很好，他从来没亲手说过一句好话，但有些东西不需要说。不对，我在想什么？你清醒一点，顾延深。这女人上午刚骂你是进化不完全的直立行走体，现在就觉得她有温度了。我被骂出私人科尔摩中症了。炒饭吃了？吃了。好吃吗？凑合。你说凑合？中等偏上吧。你知不知道那盘炒饭我做了40分钟？建议你提升效率。看什么看？没见过人穿裙子。没见过你穿裙子。一会儿人多，有人跟你打招呼就点头微笑。你骂人的时候手势收着点，万一有人懂手语。我又不是第一天出门，多管闲事。顾总，这是嫂子吧？真漂亮，顾总好福气。听说嫂子不方便说话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我们都理解。刚才那个秃头每说一句话，头顶的灯光就反射1次，晃得我眼睛疼。那是李总，我们最大的供应商。所以你不能说他秃。我又没说出来，我只是比划给你看。你不说谁知道？顾总，这就是嫂子吧？好漂亮。嫂子好。嫂子真粘人。不过也是，嫂子这种情况肯定会比较依赖顾总，让这个女人离你远一点。不是因为吃醋，她身上的香水味让我胃不舒服。收到。可盈，你去忙吧。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领地意识了？这条胳膊是我的，别人不许碰。不是因为喜欢你，是因为结婚证上写了。谢谢。谢什么？谢谢你，没让他继续说这种情况。沈念，你只是听不见，
但你比那些听得见的人清醒得多。你说完了没？赶紧开车，我困了。今天降温，穿厚一点再出门，不是关心你，你感冒了传染给我，我嫌脏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们的互喷画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你是不是不要命了？10点了还不回来？你猝死了，我继承你的遗产倒不是不行，但你那些破车我一辆都不想要。中午别吃外卖了，我煲了汤，不是心疼你，是汤包多了我一个人喝不完，浪费倒掉我心疼汤。一贯的风格。以前我的饭总比他少，现在开始变多了，有时候甚至比他的还多。多出来的扔了可惜。好吃。你是不是脑子进了和你衣服一样多的水？1点了，不回来也不给我发消息，我才不是在等你，我就是睡不着。外面打雷太吵了，你要是感冒，医药费你自己出。关于我和沈念的婚事，外界一直有传闻，联姻凑合过，只是我没想到有人会把这点传闻摆到竞标桌上来做文章。兄弟，周鹤鸣要搞你，他打算明天的竞标晚宴上当众发难，质疑你的家庭稳定性。他说什么？说你娶了个是不能说话的媳妇儿，你俩没感情。当着黄老板的面说的，那老头最看重家庭形象。行。有事儿说快点，我正追剧。明天有个饭局比较重要，你跟我一起去。不去。有人说你坏话。谁？周鹤鸣，说我们没感情，说你是个不能说话的人，没资格当顾家少奶奶。行。顾总，嫂子今天真漂亮啊，难得出来一趟。黄总，合作最讲究诚意和信任，一个人对自己家庭都没法负责，您觉得他能将对项目负责吗？我听说顾总家里嫂子身体不太方便，平时也不怎么出来，这种安排性的婚姻，大家心知肚明吗？这个人右手中指上有婚戒印，但今天没戴，出差还是去掉了。他今晚的西装是今年新款，但袖口的扣子是旧的。他手表也是，表盘是劳力士，表带是后换的，材质不对。他在说谎。提到季度营收翻倍的时候，左眼皮跳了3下。他的手下在给他递纸条，黄总的表情变了。他不信周鹤鸣的话，你现在可以开口了。周总，你说做生意讲诚意，我同意。那我问你，2季度12%的增长率，你是怎么算出来的？固定资产折旧率还用去年的标准。还有，你说家庭稳定性很重要，那你的婚戒今天怎么没戴？顾总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的私人生活……你先拿我的私人生活开损的，我只是陪你聊聊天。小顾，下周来我办公室坐坐，项目的事儿咱们细聊。好，听您安排。你怎么读唇这么准？从小练的，你以为听不见就说什么都不知道？这个世界90%的信息都写在人脸上。今天辛苦你了。不辛苦，看那个人被你怼得说不出话来，挺爽的。我们是不是挺配的？滚！我偶然发现了沈念的秘密。没关系，再来一次。非营利性质，面向低收入家庭的听障儿童，免费教手语和康复训练，运营经费为0，靠他的积蓄撑着，连空调都舍不得开。这间教室他已经开了3年。我明白了，嫁进顾家
爷爷会给沈家一笔丰厚的礼金，他一分都没花在自己身上，全投进了这间教室。以公司基金会的名义，匿名给念念手语教室时捐一笔款，帮他搬去新的活动中心，配齐设备。是你？什么是我？别装，基金会备注栏写着治那头驴，全世界就你叫我驴。我不需要你的施舍。这不是施舍，你骂了我6个月，这给你的精神损失费。你拿着，好好用，那些孩子需要。谢谢。这是他第2次对我说谢谢，和上次不一样。你还是很丑。这话我翻译了一晚上，怎么翻译都不是字面意思。完了，彻底完了，栽在一个拿骂人当情话说的哑妻手里。沈念骂人的风格变了，要不是跟他互怼了快7个月，根本察觉不出来。出门穿厚点儿，不是关心你，你感冒了传染给我。出门穿厚点儿，汤包多了你喝点儿，不是给你包的，我一个人喝不完。汤盛好了，快来喝。连最扎人的话都慢慢软了下来。你能不能别那么晚回来？电话不止这些。尝尝，咸不咸？刚好。你的嘴终于有用了。你手机呢？你手机呢？我打了17个电话。你是不是被绑架了？你是不是出事了？我就去了楼下超市。你不能提前说一声吗？手机忘带了。你下次再这样，我就真的不管你了。沈念，我在，哪儿都不去。谁让你在了？你自己在吧，我回屋了。今天的门是轻轻关的。谢谢。他说谢谢大家今天来支持孩子们。你说这个聋子办的学校能好到哪儿去？自己都说不了话，还教别人。别动。我听不见，但我不傻。我教的每一个孩子都比你有教养。我刚才是不是太冲动了？不冲动，你说的很好。那个人肯定会到处说聋子发脾气了。那是他的问题，不是你。你知道吗？从小到大，所有人看我都是同一个眼神，可怜、同情，觉得我不完整。只有你，从来没有那种眼神看过我。你看我的时候，好像我就是一个普通人，一个可以跟你吵架的普通人，一个值得你学手语来骂回去的普通人。我喜欢你。你半夜说梦话的时候已经说过1次了。你胡说！我不说梦话，我根本不会说话。你会，你说梦话，含含糊糊的，但我听得懂。你偷听！你声音太大了，赖不着我。顾延深，你……我也是。
为什么现在才说？你不也是现在才说的吗？那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你，反正就是不一样。你还不跟上来？从今天起，沙发你可以不用睡了，次卧给你。你想什么呢？没想什么，谢谢。次卧挺好的，但你要再敢打呼，我把你扔回沙发上。好，有些东西从来都不需要听见，只需要感受到就够了。你俩现在是不是不骂了？下班给我带辣条，不是因为想你，是因为我的存货被你偷吃完了。如果你忘了，今晚睡阳台。兄弟，你们俩这种爱情，别人学不来。我也不想让别人学。辣条买了，巧克力也买了，但你上次骂我脑子是水泥封的这笔账，我记着呢。这日子挺好的。